周星驰说呀，李小龙是我师傅。被全世界叫了30年的喜剧之王周星驰，他心里真正认的师傅不是任何一个喜剧大师，而是一个武者李小龙。一个拍喜剧的认一个打功夫的当师傅，你觉得奇怪吗？一点都不奇怪啊！因为李小龙给周星驰的从来不是一拳一脚，而是一个人这辈子最稀缺的东西——精神脊梁。今天这条视频，我要告诉你一个被大多数人忽略的真相：一个人能走多远，不取决于他有多聪明、多努力，而是取决于他年少的时候给自己找了一个什么样的榜样。周星驰的故事就是最好的证明。我要从4个层面帮你拆透这件事儿。如果你也是一个不甘平庸，却又常常被现实磨得快要认命的人，这条视频请你务必看完，它可能会重新点燃你心里边那团快被灭掉的火。4个层面：第一，为什么一个人年少时的偶像能决定他一生的高度？第二，周星驰凭什么在那个鱼龙混杂的香港电影圈里边站着把钱挣了？第三，李小龙到底给了周星驰什么？他受用了一辈子。第四，真正的师承到底是什么？这4条拆完，你会重新理解偶像这2个字的重量。我一条一条的说。第一个，一个人年少时的偶像就是他人生的天花板。你回忆一下你小时候，你崇拜谁？有的人崇拜有钱人，有的人崇拜明星的脸，有的人崇拜街头混得开的大哥。你崇拜什么，你就会活成什么。因为偶像不是墙上的海报，偶像是你潜意识里给自己设定的人生模板。周星驰小的时候，第一次被妈妈带去电影院，荧幕上的李小龙打着中国功夫对抗欺负中国人的洋人，他看得泪流满面。那一年他还只是个穷人家的孩子，但从那一刻起，他的精神世界里边住进了一个顶天立地的人。你想想，一个心里边住着李小龙的少年，他长大以后会甘于平庸吗？不会，他宁可死也不会跪着活。努力奋斗！一个人心里住的是谁，他骨子里就会长成谁的形状。第二个，周星驰为什么能在香港电影圈黄金时期的乱局里边活成独一份呢？你要知道啊，香港电影圈的黄金年代，表面繁华，背后是真正的泥沙俱下，没有背景，没有资本，没有大哥罩着，一个普通人家出来的演员，想要不跪舔、不媚俗、不迎合，凭什么呀？大家都愿意弯腰的时候，你站着说话是要付出代价的。周星驰凭什么特立独行？很多人以为是天赋，是运气，错了，是他心里边有一把尺子，那把尺子是李小龙给他的。李小龙在世界还对东方人充满偏见的年代，能够极度自信、极度自尊，凭一己之力扭转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印象，这种精神力量像一颗种子，种在少年周星驰的心里，长成了他后来所有选择的根。你什么时候见周星驰拍过一部三观歪的电影？他的片子里永远是好人可以被打倒，但最终正义一定会赢。这不是巧合，这是信念。一个人心里边有不可动摇的信念，外界的浊流就冲不垮他。第三个，李小龙到底给了周星驰什么？给了一句话，够他用一辈子。人生啊，就2个字 ，Be water, my friend. Empty your mind. Be formless, shapeless, like water. Now you put water into a cup, it becomes the cup. You put water into a bottle, it becomes the bottle. You put it in a teapot, it becomes the teapot. Now water can flow or it can crash. Be water, my friend. Be water, my friend. 像水一样，那句话多数人只当鸡汤听啊，但周星驰是真正拿命去践行的。你看他的电影生涯，从主持儿童节目的小龙套，到跑龙套的无名演员，到喜剧之王，到导演，到监制，每一个阶段他都在变，不死守一种形态，不抱着过去的成功不放，像水一样，遇到什么容器就变成什么形状，但本质永远是水。从少林足球里的那句腰马合一，到功夫里白衣黑裤赤膊上阵的造型，到最新的功夫女足里边队长喊出的那个 Be what my friend， 20多年了，他一直在用自己的作品传递同一个人的精神。周星驰省吃俭用存钱去李小龙师兄的武馆学了3个月的咏春拳。这是我很小的时候，因为很想学咏春拳，然后就带了当年李小龙的师兄，一个王先生
也是这个咏春拳非常出名的拳师，在那个时候我学了3个月，去当暑期工了，然后就赚钱，然后就只可以给3个月学费，就学了3个月。我3个月之后就自己每一天在家里研究这样子。因为他学的是拳法嘛，他学的是一种态度。我这辈子要跟我的偶像站在同一条精神线上，哪怕只碰到边角，我也值了。有些人的师傅教他技术，有些人的师傅教他做人。李小龙教周星驰的是后者。一个人技术再好，心性不定，走不远。唯有内心纯粹的人才能达成极致。古今中外从来没有一个蝇营狗苟的人能登峰造极。第4个，什么才是真正的师承？很多人理解的师徒是磕头拜师，传授秘籍，一脉相承的血缘式关系。但周星驰和李小龙之间呢，他们连面都没有见过。李小龙去世的时候，周星驰还是个小孩，可你说他们之间没有师承吗？从李小龙电影到周星驰电影，精神底色一模一样，自尊自信，邪不压正。中国人的骨气不能丢，真正的师承不靠血缘，不靠辈分，不靠一张拜师帖，靠的是思想和精神层面的心领神会。李小龙是开宗立派的一代宗师，他点燃了一把火，这把火烧过几十年的时光，烧到了一个在贫穷中长大的香港少年心里，烧到了全世界千千万万观众心里，薪火相传。周星驰的电影早就不只是喜剧了，它是李小龙那团火的延续。少林足球里边那句台词怎么说的？你只是人离开了，精神永远会在这里。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我要歇一会儿了。不要紧的，你只是人离开，精神永远都会在这里。这句话说的是李小龙，又何尝不是说给所有被前人精神照亮过的后人来听的呢？你看，一个人能走多远，能站多高，很多时候不是他天生比别人强，是他年少时心里边住进了一个对的人。那个人不一定认识你，不一定在你身边，甚至可能早已不在人世，但他的精神穿越了时空，变成了你骨子里的东西，变成了你遇到黑暗时不肯低头的理由。所以我想问你一句，你心里住着谁？在你最困难，最想放弃，最被现实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，有没有一个人，他的名字一出现在你脑子里，你就觉得还能再扛一扛？如果有，好好珍惜那团火；如果没有，现在去找一个让你看到就觉得我也想活成那样的人，把他请进你的心里，住下来。不是所有人都有幸遇到一个面对面教你的师傅，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让谁的精神住在自己心里。周星驰选了李小龙，所以他没有被那个时代的浊流卷走，活成了独一份的自己。你呢？我敬每一个心里边有火，眼中有光，不肯在平庸中认命的人。愿你心中的那个榜样永远能在你最暗的夜里替你点一盏灯。兄弟姐妹们，你年少时最崇拜的人是谁？那个人后来对你的人生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？去评论区聊聊。我相信每个人心里边都有一团被某个人点燃过的这里光的梦。下期见。